婶，这只鸡太瘦了，换那只秃尾巴的，那只肥一些。伟伟媳妇奶水不足，医生说老母鸡最补了。小的，我这就捉那只秃尾巴。伟伟媳妇坐月子要紧。哎呀，二婶您没事吧？腊梅，快来扶我一把！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小心点。二婶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叫村医来看看。伟伟媳妇还等着喝鸡汤呢，这鸡我就先拿走了。看着林腊梅的背影，田桂花的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凄凉。她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幸。老伴10年前走了，3个女儿中的大女儿没出嫁时就跳了河，二女儿嫁在隔壁村，因为老头子执意安排的婚事让二女儿不满，喝了药也走了。小女儿去了外地打工，头几年还写信过来，之后再没有音讯。因为没有生儿子，为了将来的养老，老伴儿就劝着她多贴补大房的几个侄儿，把他们当儿子看待，以后才有着落。桂花婶子，您这怕是伤着脊椎了，得去县医院检查。老骨头了，躺几天就好，去县里多费钱。那怎么行？这可不是小事。哟，二婶这是怎么了？腊梅说二婶自己摔着了的，叫我来看看。我说二婶，你都快80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雨天就别往外跑了吗？不碍事，就是腰闪了下，必须要送医院了，再拖下去会瘫痪的。黄耀华听了这话后，不情不愿地叫了辆车，把田桂花送到了县医院。检查结果是腰椎骨折压迫神经，需要手术，但即使手术成功，恢复行走的可能性也很小，手术费大概要5万左右，家属去交一下押金吧。5万？抢钱呢？二婶都70多了，还做什么手术？开点药回家养养得了。就是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医生您给开点止疼药就行。田桂花躺在病床上，听着侄儿侄媳的话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她想起几10年前黄耀华父亲去世后，他们母亲改嫁走了，是他一手把黄耀华兄妹3人拉扯大。又想起当年黄耀华结婚没房子，他和老伴儿主动让出住了半辈子的老屋，带着3个女儿搬到生产队的仓库住。后来林腊梅想要个轻松工作，是他把计分员的职位让出来。耀华，二婶这些年……二婶，您别多想，我们这不是为您好吗？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手术风险多大啊？咱拿点药回家就行。最终田桂花只拿了点止疼药就被送回了家。她躺在阴暗潮湿的老旧房子里，每天靠邻居偶尔送来的饭菜度日。黄耀华夫妇除了第1天露了个面之后就再也没来过。1周后，听说了这件事的妇女主任刘主任找上门来。桂花婶子，您这情况的有人照顾啊？您小女儿电话是多少？我打给她吧，让她来看看你。不碍事，小小在外地打工，别让她担心。耀华他们家事情也多，这怎么能行？我这就去找耀华他们。刘主任怎么有空来一起吃点儿？耀华、腊梅，你们二婶都那样了，你们不去照顾，还在这儿大吃大喝。刘主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二婶是自己摔的，又不是我们推的。再说了，她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凭什么要我们管？就是小小才是她亲生的，我们只是侄儿侄媳，法律上也没规定侄儿必须养婶子吧？你们摸着良心说说，桂花婶子对你们怎么样？你们父亲早亡，母亲改嫁，她把你们当亲生的养，没有她，耀华你说说，你活得到这么大吗？你爸死的时候，你才11岁，当年要不是他让出房子，你们结婚住哪儿？要不是他让出工作，腊梅你能当上计分员？你们孩子小时候不都是桂花婶子带的吗？那破房子也好意思提？下雨漏水，刮风透风，我们住了不到2年就自己盖新房了。至于计分员的工作，腊梅干了不到3个月就被扣工分，还不如去地里干活赚得多。那是他自己工作不负责，老是旷工。桂花婶子当计分员那么多年，从没出过错。刘主任，你今天是来找茬的吧？我们记你是村干部，但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。二婶的事我们管不了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小小，你妈她出事了，她摔了一跤，挺严重的，你要不要？关我什么事？她不是说养女儿没用吗？将来老了会依靠2个侄儿吗？怎么，黄耀华和黄耀光不管她了，现在想起我了？晚了。黄耀光一家出国了，现在只有黄耀华一家在村里。但你堂哥家，我爸爸把家里的责任田全给了我堂哥一家，我妈把工作给了我堂嫂。他们儿子结婚时，我爸出钱盖房子，他们住的那套3屋楼房是我爸爸在2005年盖的，没要他们1分钱，还帮他们带大了几个孩子。而我呢，我爸我妈管过我的死活吗？这些事情我都知道。小小，你究竟回不回来？你妈79了，我担心她挺不了多久。唉，小小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将黄耀华当儿子疼爱吗？你瘦成这样，他们平时没给你饭吃吗？当然有吃了，妈没事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不该回来的。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，你还袒护他们一家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黄耀华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小小回来了。我妈快要瘫痪了，
需要手术，你们却连医院都不送，你忘恩负义。小小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医生都说了，二婶年纪大了，手术风险高。放屁，你就是舍不得花钱。黄小小，你别在这儿装孝子，这么多年你在外打工，不也是二婶一个人过？现在出事了就知道怪我们。再说了，法律上侄儿没有赡养婶婶的义务，你才是他亲生的，要养也是你养。你好，很好，黄耀华，从今往后咱们两家恩断义绝。我妈的房子地，你们一分都别想再沾。不管我妈，还好意思占着财产？你们一家马上给我从这里滚出去！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黄家的小姐吗？在外头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现在倒有脸回来抢家产。再说了，你们还有个屁的家产啊！你爸一死，你两个姐姐一死，你又在外地浪，你妈都是我们养着，吃喝拉撒哪样不花我们的钱，还哪来的家产？林腊梅，你再说一遍。怎么敢做不敢认啊？村里谁不知道你在 G 省是做那种生意的，装什么清高？当年还不是你把我骗去 G 省的，说什么电子厂招工，结果把我卖到那种地方。你血口喷人，谁看见了？有证据吗？黄小小，你别在这儿撒泼，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给我这个男丁的，跟你们母女俩没有任何关系，责任田也是我们家应得的，你一个女儿有什么资格来争？赶紧滚！放屁，这房子是当年我爸亲手盖的，全村人都可以作证。你们霸占了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却不管我妈的命，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我是儿子，有资格继承家产，你想要房子，你找个男人嫁啊！不过像你这种货色，怕是白菜价也没有男人要。你妈活该，老不死的偏心眼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有女儿不管，偏要奉承别家儿子，不要脸的狗男女！你个千人骑万人撵的烂货，还敢打老娘！顿时，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黄耀华见状大怒，一把拽开黄小小，抡圆了胳膊就是一个大耳光。贱人，你敢打我媳妇！这一巴掌力道极大，黄小小身体失去平衡，后脑勺重重磕在了水泥台阶的棱角上，鲜血很快从他脑后蔓延开来。围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。出人命了，快叫救护车！没气了，已经没气了。消息传遍全村，田桂花从邻居刘老太口中得知消息。小小，我的女儿。二婶别睡了，孩子都哭了。你说你带两个孩子都带不好，居然带得睡着了。二婶，田桂花看着眼前年轻苗条的林腊梅，一脸困惑。我说二婶，你能不能用点心啊？我今天都要忙死了，你不把我两个玩大好，我怎么安排宴席啊？估摸着时间，耀光和接亲的人还有半小时就要回来了，一会儿新娘子进门，事情可多着呢。哎，二婶，我说话你听到没有？这孩子不是你亲孙子，你就不上心是吧？我这是重生了吗？二婶，我说话你听到没有？田桂花逐渐醒悟过来，她这是重生到了二侄结婚的这一天，但这一天也是大女儿的地狱日。大女儿去接亲被几个王家村的人羞辱，拉扯中裙子被人扯破了，连内裤也被人扯了去。大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不甘受辱投了河。想起委屈而死的大女儿，田桂花起身就大步往外跑去。二婶，你去哪儿？我这儿都忙不过来呢，你又跑哪去偷闲？腊梅，怎么是你在管孩子？二婶呢？让她带娃，你去西侧屋陪陪我老舅家的亲戚们，他们来了8个人，都送的是大礼呢，可不能马虎了。二婶刚才突然就跑了，连句话都没留，我看她就是存心偷懒，不想帮忙。什么？这时候跑掉？她不知道今天有多忙吗？这老不死的，平时吃我们的用我们的，关键时候就掉链子。可不是嘛，都怪你二婶婆不管事，我都忙死了，回头讹她2天，让她长长记性。好，很好，她今天敢这么对我们，将来要是有什么事，别想我帮衬半分，就让她那几个不成气候的女儿给她养老送终去吧。小静爸，快别洗了，小静在王家出事了，你马上骑车带我去王家，把小静接回来。你搞什么名堂呢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小静那么个人了，谁会欺负她？一个丫头片子，你别宝贝的那么紧，当心将来找不到婆家。你究竟去不去？小静要是出了事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正忙着呢。接亲的人马上要回来了，他们人一到就得安排宴席，我这碗不洗出来怎么装菜？去，别到我这儿发疯。好，你等着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重活一世，他终于明白，有些事指望不上别人。田桂花刚走，黄耀华就找了过来。二叔，二婶她人呢？家里现在这么忙，二婶一声不吭丢下2个娃就走，她究竟想做什么？
黄家良被大侄子劈头盖脸一顿数落，脸色顿时暗了下来。但他不敢得罪侄儿，他没有生儿子，将来还指望大侄儿养老送终呢。耀华，你二婶她有点急事，她担心小静，她去看小静去了。什么急事能比得上耀光的婚事重要？二叔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家小静那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，皮粗肉厚的，能出什么事？值得二婶这么火急火燎的跑出去？耀光的婚事要是办得难堪，我看你们怎么跟他交代。是，我现在去带娃，晚等会我也来洗。黄耀华一脸嫌恶的离开了。田桂花一路小跑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位年轻军人疾步走来，搀扶起田桂花。大婶，你没事吧？田桂花抬头看到军人，心头一紧。他想起前世，也是这一天，有位休假回来的军人同志在王家附近的小河里救人时溺亡了。同志，前面那户人家借着办喜酒闹男方接亲人的机会，说要对接亲的姑娘耍流氓呢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大婶，我跟你去。多谢了，小同志。对了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好给你们部队写感谢信啊。我叫陈瑞阳，部队嘛，就不方便透露了。也是，部队的人是不能随便说出自己的工作单位的。此时，王家西边的一间屋子里，有不少人在起哄围观。脱呀，快脱呀！新娘子都不害羞，你个接亲的姑娘害什么羞呀？都给我滚开！小静，别怕，妈来了。哟，来闹事啊！你们黄家这是不想接走我们王家女儿了？我说黄家的，你把新娘子惹毛了，她不肯去你们黄家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田桂花认出了他，这不是他前世的二女婿王贵平吗？原来就是他一直欺负二女儿，害得他喝了药。你们王家女儿不想嫁就不嫁，关老娘屁事！你们敢羞辱我女儿小静，我要你的命！田桂花想到自杀的大女儿和二女儿，抡起棍子就朝王贵平的头上砸过去。哎呦喂，你敢打我！好你个嚣张的臭婆娘，竟然敢打人！大家别让她走了，今天你不下跪赔礼道歉，这事没完！全都闪开！一声威严的男子声音突然在田桂花身后炸响，一时间大家全都呆住，再不敢吵嚷。大婶去救人，这里有我。出了王家村，二人隐隐后怕。小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妈，你怎么来了这里？我听说王家在闹接亲的人，我担心你受人欺负就来了。你没事就好，妈放心了。小静，咱们回家去。这王家的新娘子，你别接了，让他们换人去。可是我这样走开，二哥那里会不会有想法？他有想法让他想，你把他当哥哥，他有没有将你当妹妹？你跟着来接亲，被人堵在屋里受欺负，你那个好哥哥又在哪里？二哥哥是新郎，在那边屋吃酒，他走不开。他走不开不会找人来看看？这边屋闹的动静这么大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你这傻姑娘，怎么还帮他说话？对了，跟你一起来的，你大堂嫂的表妹呢？她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就是他把我骗到这里来的。他说要带我看新娘子的嫁妆，结果一进屋就被一群男人围住了。那个歪嘴的还非要我答应跟他耍朋友，原来是个圈套。那他人呢？不知道，他把我推进屋就跑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走，我们回去看看。田桂花二人刚走到，就发现屋子前已经聚满了人。二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黄耀光，你别在我面前装好人，我把小静交给你，帮你接新娘子，你就看着别人欺负她不吱声的，你有没有把她当妹妹？二婶这话是什么意？我什么时候没将小静当妹妹了？她不是妹妹我能让来接亲？她就这么娇气的，开个玩笑都不行的，还告状闹事。小静，是不是你喊二婶来的？今天可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们非要这么闹得不可开交吗？快给人道歉，这事就算了。不行，道歉有什么用？我差点被你二婶打死了。我说黄耀光，我大伯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大伯？你二婶差点打死我，你不让她赔钱就只道个歉。今天的事情不处理好，这婚事不用结了。黄耀光，你必须给个说法。耀光，你从小没父母，你这位好二婶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，大婚日也来闹事，这是骑在你头上拉尿呢，太不像话了。头一次见到接亲的人敢打嫁姑娘的人家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这样闹，这往后过了门，我女儿指不定怎么受欺负。二婶，你就包2个200块的红包给桂平和平城吧，算作你这个长辈给他的安慰。老不死的今天发什么疯呢？净给我难看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我赔钱，你问问王家人，他们配不配？我女儿在屋里被人围着羞辱的时候，你这个当哥哥的在哪？现在倒有脸来教训我？你们王家必须给我女儿赔礼道歉，不然今天这事没完。田桂花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谁看见我们家孩子干这种事了？没证据可不能乱说，桂平他们不会做这种事。
我看见了，我闺女亲口说的。胡平成带着2个混账东西把她堵在屋里，还想动手动脚。刚才王贵平也在屋里，后来跑出来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有证据吗？我能作证。陈瑞阳往前走了过来，军装笔挺，目光如炬。我虽然没有进屋，但看到了屋里的情况，亲眼看见3个男人围着这位女同志，言语轻佻，行为不端。王家人顿时哑了火，这年头军人作证的分量可不一般。二婶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。你的面子，你但凡有点良心，就该为你妹妹讨个公道。你爸走得早，你妈改嫁了，那时候你才9岁，我和你二叔把你当亲儿子养大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。二婶，您别忘了，您没儿子，将来养老送终还得靠我。放屁！我田桂花就是饿死，也不要你这种白眼狼养老。他们小年轻打闹着玩呢。再说今天是结婚的日子，玩笑话也当真。你们家的闺女是豆腐不成，碰不得，吹不得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出门做什么？待家里别祸害人。王家的，你也是有闺女的人，你不把女儿当回事，我当回事。你不是我，你没权利替我做决定。今天必须道歉，否则咱们派出所见。现场顿时一片寂静。这大婚的日子要是闹到派出所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不行，我们道歉。桂平、平成，你们去道歉。王贵平和胡平成不情不愿地挪过来。对不住，行了吧？大点声，给我闺女鞠躬道歉。黄小静同志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黄小静愣住了，她从未想过欺负她的人会向她低头认错。小静，咱们走。同志，今天多谢你了。应该的。二婶，小静，你们回来呀，新娘子还没接回去呢。你本事不是挺大的吗？这点小事还做不好。妈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记住，咱们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以后谁欺负你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另外，受了欺负别忍着，更别瞒着妈。我记下了。接亲的人把田桂花闹事的经过告诉了黄耀华和林腊梅，两人气得脸都青了。我说二婶怎么忽然跑走了？原来是去王家闹事。二婶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不希望耀光娶上媳妇吗？腊梅、耀华，等你们二婶回来，我一定好好说说她。二叔，二婶发疯，你也不拦着，这下好了，事情闹得不可收场，我看你怎么跟耀光解释。你昨天还说要耀光帮你讨回别人欠了3年的3000块钱，我看这事你还是自己去要债吧。耀光现在估计没心情陪你去了。提到3000块钱，黄家良更恨田桂花了，那可是能盖2层楼房的钱。他暗下决心，等田桂花回来要狠狠揍一顿。田桂花带着黄小静回到黄家，就看到门前的亲戚和邻居们在交头接耳。二婶，你疯了吗？大喜的日子你去王家闹事，耀光的婚事要是黄了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二婶，我没想到你这么不懂事。小静都多大人了，被人开个玩笑怎么了？值得你大动干戈？开玩笑，几个大男人把未出嫁的姑娘堵在屋里说荤话，都要上手了，这叫开玩笑？林腊梅，要是你娘家妹子被人这么开玩笑，你也这么淡定？哟，小静这么金贵呢，人家王家可是体面人家，能对她做什么？该不是有些人自己……林腊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就是你那个好表妹把小静骗进屋的，这事没完，我回头再找她算账。够了，二婶，你现在立刻带着小静回去给王家人道歉，把新娘子接回来，否则别怪我这个做侄子的不讲情面。我们是不会去的，新娘子爱谁接谁接。田桂花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耀华说话的？田桂花看着丈夫这副嘴脸，心凉了半截。前世就是这样，每次女儿受欺负，这个男人永远站在外人那边。黄家良，你女儿差点被人欺负了，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吼我，你还是不是小静的爹？放屁！王家是什么人家，会欺负她一个黄毛丫头？我看就是你们母女俩没事找事，一个丫头片子心肝宝贝的捧着也不嫌丢人现眼。死丫头，现在立刻给我回王家去，接不回新娘子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我真的不想去。闭嘴！黄家良扬起巴掌就要上前打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谁敢逼小静回王家，我就跟谁拼命。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一向温顺的田桂花竟然敢这么说话。反了！田桂花，你吃错药了，为了个赔钱货跟全家人作对。你口中的赔钱货是你亲闺女黄家良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今天要么你站在小静这边，要么咱们离婚。80年代的农村，离婚是天大的事，黄家良彻底慌了。耀华，你别生气，你二婶她糊涂了，我这就让小静回王家去。田桂花心寒至极，正要反驳，请问这是黄小静同志家吗？陈同志，解放军同志，您这是？大婶，我不放心，你们母女跟过来看看。
陈同志，谢谢你。你们家人没为难你们吧？还好，同志，您可别被他们骗了。我二婶今天在别人婚礼上闹事，还打人，现在又装可怜。这位女同志，我亲眼所见，黄小静同志确实受到了骚扰。作为军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解放军同志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两家今天办喜事，可能闹得有点过，但绝没有恶意。是啊，都是认识多年的两家人，他们小年轻，开玩笑呢。再说了，哪家结婚不会闹一闹，图个热闹喜庆的？有没有恶意？当事人最清楚。黄小静同志，你还想去王家接亲吗？我不想再见到那些人，听见了吗？小静不想去，谁也不能逼她。黄家良脸色难看，但碍于陈瑞阳这个军人在场，他不敢发作，只能狠狠瞪了田桂花一眼。陈同志，留下来吃顿饭吧。不了，我还要搭车赶回部队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去赶车了。田桂花看着陈瑞阳离开，也拉着黄小静往自家走。死婆娘，你上哪儿去？你不去王家道歉就算了，耀华家的事你也不管了是吧？回来给耀华带2个娃。带你奶奶个锤子的娃！小静啊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妈这就给你做饭去。你先去路口等一下小小，这个时间点他应该快放学了，记得跟他说别去你堂哥家，直接带你妹妹回家来。妈，知道了。大姐，你不是去接亲的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新娘子接回来了，可我怎么没听到喜乐声啊？不提他们了，先回家吧。怎么回事？你脸色不太对。没事儿，我等得太久，站累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妈，我饿了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从宴席那边端了些什么菜回来？当然有好吃的。妈，没端宴席那边的菜吗？小小想吃肉，我明天上街割肉去，再买条大鱼回来做糖醋鱼吃。我就随口问问，有没有肉，我一样能干一大碗饭。妈也吃吧。咱们娘仨一起吃饭。田桂花，你还有心情吃饭？新娘子到了，你快到那边安排去。田桂花站着不动，就当没听见一样。死婆娘，你耳聋了？老子喊你没听见？吵什么吵？老娘用你管？不是我说你，新娘子都来了，你还当个没事人一样。他结婚管我什么事？赶紧滚，别逼我扇你。黄家良知道讨不到什么好处，悻悻地离开了。吃完饭后，黄小小借口上厕所溜出了家门。他总觉得今天家里的气氛不对，决定去二堂哥黄耀光家看个究竟。哟，这不是黄小小吗？你姐怎么没来啊？是不是没脸见人了？关你屁事！哟，你这脾气还挺大的嘛。不过你姐今天可真是出尽了风头啊，在王家大闹了一场，把你堂哥的新娘子都差点给气跑了。你说她这么一闹，你堂哥会不会恨你大姐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实话实说呗。你姐也太矫情了吧，几个小伙子跟她开个玩笑而已，她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？还在人家婚礼上闹得不可开交，简直就是个泼妇。你给我闭嘴，不许你这么说我大姐。我偏要说，你姐就是个假正经，假清高，假清纯。要不是她这么一闹，王家也不会被人笑话成这样。小小，住手！田婶子，你女儿打人，我要去学校告她。你敢告我女儿，我就告你们王家耍流氓。你把我家小静骗到屋里，让那些流氓去奚落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血口喷人，有证据吗？要不要去派出所对质？眼看着自己的谎言被戳穿，王芳芳顿灰溜溜地钻进了屋中的人群里。小小，妈知道你气不过，但现在真不是闹的时候。要是那个王芳芳她去学校告状，会影响你中考的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可是大姐她……你姐没事，妈会保护你们的。走，咱们先回家复习功课去，等你考完试，咱们再跟他们算总账。小静，赶紧收拾几件衣裳，咱们回你们外祖家去住几天。可是妈，咱们这样一走了之，那爸呢？他又不是3岁小孩，难道还照顾不好自己不成？好吧。二叔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啊。二婶呢？桂花说她身子有些不舒服。不舒服？二婶装的吧，在王家时不是挺有力气的吗？还打了人呢。我看她就是存心不给我们家面子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她倒好，先是在王家闹事，现在又躲着不来吃茶，是不是不想给新人红包啊？王春兰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不让接亲不说，现在人还不出现。耀光，二婶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二婶就是一时糊涂了。哼，不是亲生的，当然就没放在心上了。春兰啊，你二婶今天有事没来，二叔就替她给你这个红包了。
明天再让你二婶过来喝茶。二叔，今天小静在我家闹了那么一出，我爹娘到现在都还在生气呢。您说这以后咱们两家可怎么相处啊？春兰啊，你别担心，当我回去之后，一定会好好说说他们娘俩的，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。要我说啊，二婶就是被小静那丫头给带坏了，一个姑娘家，整天动不动就哭鼻子喊委屈的，以后还有谁敢娶她啊？好了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们都早点去休息吧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当黄家良回到家时，却惊讶地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。这个死婆娘到底跑哪去了？他急匆匆地跑到邻居家去打听情况。在得知田桂花带着孩子回娘家后，黄家良心里更恼火了。反了天了，这还得了？有本事你们就别回来，等你们回来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，不打断你们的腿才怪。花，你们这是出啥事了？妈，没啥事儿。小小还有3天就中考了，我们屋内附近不是这家结婚，就是那家办寿宴的，还有一家在盖房子，太吵了，我担心影响小小的复习和休息，打算到您这儿耽个几天，小小考完我们就回去。本来想早点过来，但家良二侄儿今天结婚，我帮忙做事一直忙到现在。没事，咱们住几天就走，不给他们添麻烦。行，就住下吧，我给你们收拾床铺去。外婆，我努力一把，争取考上重点高中，将来再考重点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赚上大钱，带着外婆去旅游吃好吃的。外婆的牙不好，好多东西都吃不好，不过只要小小考上大学找到工作，外婆就高兴。田桂花母女俩到来，惊动了东侧屋田桂花的弟弟田大旺、罗秀珍两口子。大姐回来了，要住几天啊？小小学校离这儿近，考完试我们就回去。你姐家里附近娶亲盖房子吵得很，她担心吵着小小休息，才来住几天。过几天小小中考完就会回去的。住得这么近，休息的又好，小小可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呀。黄小小听出了话里的阴阳怪气，她也明白寄人篱下的为难。放心吧，舅妈，我一定考上重点高中，给志明和慧明做榜样。那就好，可别让你两个表弟失望啊。你姐夫侄儿今天结婚，这是家里备的招待客人的，我带了些来给志明和慧明尝尝。罗秀珍接过田桂花递来的半斤白糖和那包糖果，脸上的笑容总算真诚了几分。大姐，你们赶夜路过来，肯定累了吧？我去给你们烧点热水洗洗。不用麻烦你了，秀珍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你们明天还要去地里，早点歇着吧。姐，小小要考试是大事，你们安心住下，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说。罗秀珍听到这话瞪了丈夫一眼。大姐，你们先收拾，我去给你们拿床干净的被褥来。等弟弟两口子回了屋，田桂花才松了口气。妈，舅妈刚才好像不太高兴。没事，咱们住几天就走，不给他们添麻烦。桂花，你弟媳喜欢吃甜的，你只要带糖来，她就没话说。妈，我知道。田桂花收拾好房间后，去屋外去散步乘凉，走到弟弟两口子那边屋的窗子口时，听到弟弟和弟媳压低的说话声。你姐突然带个孩子回来住，左邻右舍问起来怎么说？不是说小小要考试吗？他们住几天就走。我看不像是为小小回来的，你姐最厌恶女儿了，怎么会忽然关心起了小小的读书？今年正月10，我让你姐好好关心关心小小的成绩，让小小读个大学。你姐还朝我翻白眼呢，说丫头片子读个初中就顶天了，现在又说要小小好好中考好考到中，她前后转变的也太快了。大旺，你说姐是不是在说谎？会不会是她家里出了啥事，她不好意思说，想瞒着我们，才拿小小的学习做挡箭牌？田桂花眉头紧皱，以前的她确实挺让人讨厌的。他家能有什么事？你这人就是喜欢乱猜想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姐吗？我们家条件又不好，也帮不了她什么。她回来我其实也没啥意见，可这吃饭多3个人就多3张嘴，家里的米也不多了，你明早去街上买点米回来。知道知道，看来得赚些收入来才是，帮弟弟一家减轻些负担。我们一家3口住在这里，不能白吃白喝。想到这里，田桂花行动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田母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，发现厨房里多了些鱼。呀，你们谁晚上捉的鱼儿啊？难道是大姐吗？昨晚天热，我睡不着，到村头河边乘凉，发现水里有鱼，我就回家拿了篓子网了些上来。大姐，你的运气也太好了。哪里是我运气好，是前几天下大雨了，小河上游生产队养殖场前半夜时鱼塘水漫塘了，鱼儿从水塘里跑了出来。你们吃了早饭，赶紧拿上篓子再去网鱼。下午时大家都知道河里有鱼了，就抢不到了。钱是他娘家人第2天才知道消息。爸，我也想去网鱼。好好读你的书，捉鱼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没考上高中，我可要嘲笑你了。黄小小，
快去上学去。我知道了，舅妈。你们都不吃饭的吗？没空呢。妈，我们先去网鱼了，走。大旺，我们去抓鱼。田桂花为了小女儿考试不受影响，搬回了娘家。没人做饭洗衣的黄家良暴跳如雷。我看二叔你就是太老实了，才让二婶这么嚣张。她一个女人还敢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拉尿，你就应该给她点颜色看看，打一顿就好了。腊梅啊，你先别着急，等我吃了早饭就去接你二婶回来帮你带孩子。对了，你家早饭烧好了吗？我还没吃饭。我家里的锅灶都是冷的，我哪有心情烧饭啊？你赶紧把二婶接回来，我才好烧饭。黄家良饿着肚子就去找了田桂花。你看看你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耍脾气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赶紧跟我回家去做早饭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呢。还有啊，顺便把衣服也洗了。回什么家？家里有你那2个好侄伺候着，还不够吗？我们娘仨可不想回去碍你的眼。反了你了，你个臭婆娘，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！说着，他扬起那粗壮的巴掌，做事就要朝田桂花扇去。住手！只见罗秀珍风风火火朝这边跑来。好你个黄家良，跑我们生产大队来打人撒野，当我们田家没人了是吧？你敢打一个试试？原来是秀珍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我这是……误会个屁！我2只眼睛可是看得真真的，你刚才就是要打我大姑姐，对不对？秀珍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大姑姐在家里跟王家人吵架，把人给得罪狠了，现在她又跑回娘家躲着，这不是给田家招祸吗？而且啊，她在家里啥活都不干，就知道偷懒。再说了，你们家条件也不好，他们娘仨住在你们家，这吃的喝的开支也不小，你们家负担得起吗？爸妈没有偷懒啊，他还帮大堂嫂带2个小娃呢，他每天做饭洗衣还下地干活的。黄家良，你既然把我说的这么懒，那还要我回去做什么？不是更该撵我出去吗？在黄家人面前，他是正直老实的，到了他娘家人跟前就满嘴谎话。女人嫁人后就得由男人管教，你不好就得受管教，不管你会越来越废物。你待在娘家，再给你娘家人丢脸，你知不知道？管教你大爷！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，她是我大姑姐，我还能饿着他们娘仨不成？大姑姐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捞鱼做菜，你管这叫偷懒？那她在家可不是这样。我呸！黄家良，你那些鬼话留着哄鬼去吧。桂花姐在我们田家，我们乐意养着。小小要中考了，就在这儿住着，谁要敢来闹事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黄小静躲在母亲身后，看着舅妈泼辣的样子，眼睛都瞪圆了。秀珍，咱们忙自己的去，咱不跟他废话了，你要再敢动手，我就叫全队人来评评理，看看谁家汉子像你这样打媳妇的，还追到媳妇娘家来打，真是不像话。田桂花，你有种别回来！回你那儿干啥？伺候你们黄家那群祖宗。我告诉你黄家良，桂花姐在我们田家吃得好住得好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咱们走。上午过半时，他们已经网了一篓子鱼。我去卖掉换些钱来，剩下的鱼儿留着吃。去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小静，跟舅妈一起去卖鱼。去吧，跟着你舅妈学着怎么跟人讨价还价做买卖。田桂花看得出罗秀珍是个能干事业的人，只可惜弟媳和弟弟2口子走得早。想到这里，他恨死那个开车的王家人了。不喝酒会死人吗？害得他弟弟弟媳早早殒命。田桂花带着黄小小回娘家，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家良的大姐黄丽华和大房侄女黄彩云。这不是桂花吗？怎么在娘家住上瘾了？家良一个人在家都不容易，你倒好，带着闺女躲清闲来了。大姐，小小要中考了，我带她回娘家住几天，安静复习。黄彩云嗤笑一声，目光轻蔑地扫过黄小小瘦小的个子。二婶，老师说了，今年县一中只收前50名，小小成天上课睡觉，下课跟男生打闹，只怕是最差的3中都考不上。我睡觉也考得好，你要是考得上，我跪下给你磕头。尽最大的努力考，考得上最好，没考上也没关系。田桂花，不是我说你，女人嫁了人就得顾家，你倒好，整天往娘家跑，像什么样子？耀华家的2个小子没人带，你这个做婶婶的也不管管。你没生儿子，他们2个侄儿就是你的依靠。前世正是这个大姑姐总在黄家良耳边煽风点火，说她生不出儿子是罪过，说她3个女儿都是赔钱货。大姐，小小是我女儿，她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。至于耀华家的孩子，他们有亲妈，轮不到我操心。左邻右舍都说腊梅能干，不至于2个娃儿都看不好。哎呦，长本事了。家良说的没错，你在娘家学坏了，女人就该相夫教子。你闺女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早晚是别人家的。大姐说的没错，丫头片子读什么书呢？
彩云的学费我就不交了，我留着给自己养老吧。二婶，你不交学费，我怎么读书？你姑说的对，丫头片子读书多了没有用，你迟早是别人家的人。对呀，这可是姑说的。彩云，你有想法找姑姑去。其实黄彩云的衣裳鞋子全是她置办的，这是男人黄家良叫她安排的。说侄女儿才1岁就没了爸，妈又跑了，很是可怜，不能让侄女儿在吃穿上面受委屈。这一世她说啥也不管了。田桂花，小小能跟彩云比？彩云长得好看，个子高，当然适合读书。你看你家小小，长得跟个黑猴似的，读书再多也像个逃难的，找工作也没人要。那也是我自愿的，戴姑姐还是忙自己的去吧，我家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田桂花不再理会他们，拉着女儿的手大步离开了。走出10几米远，她还能听到黄丽华在后面跳脚大骂：没教养的东西，家良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妈，小小别听他们胡说，你一定能考上高中，妈相信你。我一定考上一中，给妈争气。转眼间到了中考的第1天，田桂花送小小进入学校，也准备离开。多年以后，这个地方将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老旧房子被拆迁，并建起一栋栋崭新的商品房。等自己将来有了足够的财富，一定要把这片土地全部买下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他走来。二婶，彩云来考试啊。二婶，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？那我的学费怎么办呢？你大哥二哥不管你读书吗？他们难道没有钱吗？他们哪有钱啊？我大哥自己还要养2个孩子呢，二哥才刚刚结婚，马上也会有孩子要养。二婶，你可是明明答应过二叔和我爸要照顾我的。我照顾你还不够多吗？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，那可是我卖了鸡蛋才给你买的，还有你脚上的这双鞋，那可是我熬了整整5个通宵，辛辛苦苦那鞋底换来的。我可不是你的亲妈，我只是你的二婶。我养你那是情分，可不是我的本分。田桂花的这番话让周围送考的家长们都纷纷侧目，投来异样的目。黄彩云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她觉得自己的脸都快被丢尽了，灰溜溜的大步跑进了校园大门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就快到放学的时间了。田桂花又快步朝学校走来，走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时，田桂花捡到一张准考证，上面写着初3年级2班17号黄彩云。妈，题目我都会做，作文题目是我昨天复习时是写过的，今天几乎是默写了出来。小小真棒。对了，你知道黄彩云在哪个考场吗？就在我隔壁教室啊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我随口问问，他以为他和你一个考场呢。在隔壁考场，那就是女儿还不知道黄彩云有没有考试。我才不想跟他一个考场，他总是喊我要我给他抄，要是考试也喊我，万一老师发现了罚我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咱们回去吧。黄小小抬头看着母亲，母亲的转变让她很不适应。以前母亲总是偏心黄彩云，虽然她现在对母亲的转变不大习惯，但她还是喜欢被母亲关心的感觉。将黄小小送回了娘家，田桂花又往学校走来。周老师，放学了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。是黄小小同学的妈妈，有什么事吗？周老师认不认识一位叫黄莎娜的女生？小小妈妈，你怎么问起了莎娜？也没啥，我侄女儿黄彩云捡到了黄莎娜的一本书，想亲自还过去，但她今天不是要中考吗？实在抽不出空去找黄莎娜，我便帮我侄女儿送过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黄莎娜家就在那边，住同心大队3队，你稍微打听一下就能找到，不难找的。田桂花向周老师道了谢，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。黄莎娜，大婶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是谁啊？没啥事，我的女儿和侄女黄彩云也是初3的学生，他们说认识黄莎娜，还说你的成绩很好。她是我同桌呢，原来你是彩云的家人啊。莎娜，如果彩云万一没有考上高中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成绩，绝对不能让给她。田桂花之所以会这么说，是因为她在前世的时候就听说黄彩云顶替了别人的名额，不管黄彩云是通过哪种方式得到黄莎娜的名额，田桂花都绝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黄彩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，她可不想让这样的人去上高中、上大学。彩云的成绩应该可以上高中啊。我是说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毕竟你辛苦读书取得的好成绩，就这样让给别人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不会让的。莎娜，你父母呢？我出生那年，我妈死了，我爸下放到东北了，在那边安了家。你爸爸叫黄有德，你妈妈以前是歌舞团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大婶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远远的看过一次。你妈妈很漂亮，不过不要紧，虽然你没见过你妈妈，但不久后你爸爸会来接你去东北。真的吗，大婶？当然，我从别处听说的消息。其实是他知道前世的事情。好孩子，
虽然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苦，但将来一定会过得好。如果有人拿钱来买你的名额，你也别让，那些钱只是暂时的让你过得好，但钱用光了，你一个初中学历的乡下小姑娘又会陷入无尽的穷苦。只有读了高中上了大学，好日子才会一个接一个的来。婶子，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，真的非常感谢您的鼓励。这孩子的身世确实可怜，没有母亲，父亲又另外成了亲，只能跟着一个年老的外婆生活。他肯定是在黄彩云的诱惑下，为了贴补家用，才把名额给卖了。这些你拿着，别跟婶子客气。婶子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不能随便收您的钱啊。他宁愿将钱给不相干的普通穷人，也不会再给那3个白眼狼。不是送你的，是给你外婆的。你外婆帮过我，我想送礼感谢，可她不收，我还是给你吧。你帮她收着，别让外婆知道了。她年纪大了，给她买点喜欢吃的吧。田桂花编了个借口，又将钱塞回了黄莎娜的手里。黄莎娜回头看了眼年迈苍老的外婆，只好收下了钱。田桂花将黄彩云的准考证又放回了原处，往娘家走去。黄彩云丢了准考证后，一直心绪不宁，想着来到小树林碰碰运气，没想到正好在这里找到了。黄彩云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黄彩云的目光落在了黄莎娜身上，她注意到黄莎娜穿着一身破旧寒酸的衣服，眼珠转了转，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。莎娜，我有点事情想找你商量一下。彩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天已经不早了，我还得赶紧回家给我外婆做晚饭呢。你外婆不是吃的很少吗？这么着急做晚饭干什么呢？她晚点吃也不会饿着。再说了，她是大人，怎么还要你个外孙女做饭啊？咱俩可是同桌啊，考完试后就要分开了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做同桌了。黄莎娜听了黄彩云的话，心中一动，想起了田桂花之前说过的话。彩云，你没考好吗？怎么可能，我考得很好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来着。你瞧瞧你这裤子，全是补丁，还有你这鞋子，都穿了多少年了？黄莎娜被黄彩云这一连串的指责说得有些发懵。彩云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说的是，你家太穷了，你上得起高中吗？你没有吗？爸爸也不回家，又没有其他亲戚，只有一个年纪大还身体不好的外婆供你读书。听说高中的学费是初中的10倍呢，你要是读了高中，你外婆负担得起你的学费吗？你不怕她累死啊？黄莎娜瞪大了眼睛，满脸惊愕地看着黄彩云。彩云，你竟然让我不要读高中？哎呀，我可没说让你不读啊，我只是站在你家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已。你看，你爸爸现在都不管你了，还给你找了个后妈，他们肯定是不会管你的，你就只剩下外婆这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亲人了。要是你为了读书把外婆累坏了，你难道就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？然而黄莎娜却并没有被黄彩云的这番话所打动。你就直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她的声音冷冰冰的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淡漠。因为黄莎娜突然想起了田桂花说过的话，那位大婶曾经断言黄彩云肯定考不上高中，而现在黄彩云却在这里说七说八的，这分明是在用激将法，想让她把高中的名额让出来。黄彩云看到黄莎娜一脸冷漠的样子，心里不禁有些慌乱。莎娜，咱们可是好朋友呢，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你看看你，学习成绩这么优秀，就算不上高中，以后也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呀。然而黄莎娜却对她的话毫无反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一言不发。而且啊，你早点出去工作，还能给家里补贴一些家用呢，何必一直读书，拖累你外婆呢？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家有钱，没经济负担，只是我这次考试可能发挥的不太好。黄彩云，原来你真的是想让我放弃高中的名额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？黄彩云的脸色瞬间变得僵硬，她完全没有想到黄莎娜会如此激烈的反应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凭你家那穷酸样，就算你考上了高中，你也读不起。我这可是好心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把这个名额让给我，等我将来考上大学，肯定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我读不读得起高中是我的事，不劳你费心。哼，你别嘴硬了，你以为你能上得了高中吗？我能不能上高中与你无关，倒是你自己考不上就想来算计别人，真是卑鄙。这句话像一把利剑一样直刺黄彩云的心脏，她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黄莎娜，我给你100块，你把这个名额让给我，怎么样？不可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黄彩云怒不可遏，突然扑上前去抢夺黄莎娜的书包，两人扭打起。准考证还给我，那是我的。你看你瘦的跟猴一样，还想跟我打？说到这里，黄彩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黄莎娜。
对了，我听说你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好的了吧？这100块钱就给你了，当我买下了你的准考证，你可以拿去买些肉的，改善一下生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从远处传来了田桂花的呼喊声：“莎娜，你在那里做什么呢？”听到这声音，黄彩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转身就想要逃跑。黄莎娜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黄彩云的胳膊，紧紧的不肯松手。把准考证还给我！黄莎娜，你真是个油盐不进的蠢货！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？你赶紧放开我，晚上回家后你再好好想想，我明天晚饭后会去你家再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。我才不要商量呢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快把准考证还给我，不然我要喊抢劫了。眼看着田桂花越走越近，黄彩云灵机一动，突然计上心来。二婶，您快来看看啊！我捡到了莎娜的准考证，本来好心要还给她，结果她却反过来诬陷我抢了她的准考证，您快来给我评评理啊！黄莎娜猛地瞪大了眼睛，满脸惊愕地看着黄彩云。黄彩云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我才没有胡说呢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？这条路又不是我回家的路。田桂花听到了黄彩云的这番话，心中的怒火顿时被点燃了。彩云，你别再狡辩了，快把莎娜的准考证交出来，我可全都听见了。你刚才明明说要花100块钱买莎娜的名额，现在却又想倒打一耙，把责任推到莎娜身上。把准考证给我交出来！黄彩云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，慢吞吞地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准考证。田桂花迅速接过准考证，转手递给了一旁的黄莎娜。做人要堂堂正正，自己考不好就想这些歪门邪道，你跟土匪流氓有什么区别？二婶，我是你亲侄女，你是我亲二婶啊，你怎么帮外人啊？亲侄女？田桂花听到这个词，心里直讽笑。这时候想起来她是亲二婶了，晚了。我帮理不帮亲，黄彩云，你干坏事还让我帮你，你咋不上天呢？黄彩云气得一噎，说不出反驳的话来，忍着委屈扭头就跑。大婶，您说的真准，他果然没考好。好孩子，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不管谁说什么，都要守好自己的前程。对了，考完试有什么打算？等成绩出来，要等半个月呢。当外婆做家务，打理3亩地。你家才3亩地，根本不需要每天都去打理。明天我去隔壁生产队帮人插秧，我家2个女儿也去，一天3块钱还管2顿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有3块钱啊，要是多干几天，不就赚到高中的学费了？再多干几天，就能给外婆买副老花镜和企业用的手电筒了。我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明天早上4点半，我来你家接你。知道了，大婶。黄彩云哭着跑回了家，她大哥黄耀华一脸疑惑看着她。彩云，你哭什么呢？谁欺负你了？是二婶。大哥，是二婶欺负我，她帮外人不帮我，凭什么啊？莎娜那丫头有什么好的？一个个都向着她，穷得要死，读什么高中啊？也不怕累死她外婆。黄耀华听得有些迷糊，怎么一会儿二婶，一会儿莎娜的？莎娜是谁？是我同桌，我现在有了困难，让她帮下忙，她不帮不说，还喊二婶骂我。黄耀华越想越气，他早发现田桂花最近不对劲了。二婶最近怎么了？不回家不说，还帮外人欺负你，她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大哥，快去找二叔帮忙，让二叔去说二婶。只要说通了二婶，没人帮忙的黄莎娜一定会把名额让给他。都是二婶坏了我的好事，这事儿我一定要去跟二叔好好说说。二婶也太不像话了，自己家人不帮，反倒去帮外人，人这么蠢，难怪没生出儿子了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二叔家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说。可是二婶她不在家啊，大哥，她回娘家了。你怕啥？就让二叔去田家找二婶，反正我们只需要去找二叔就行。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迈步朝门外走去。黄彩云扬了扬唇角，也快步跟了上前。一会儿，两人就来到了黄家良的家门口。二叔，你看看你这屋里乱成什么样了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连个屋子都收拾不好？这还像个人住的地方吗？程程跟着你，得多受罪啊！自从田桂花回娘家后，林腊梅一个人实在带不了2个孩子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把大儿子黄成塞给了黄家良带。等你二婶回来，就让她来扫吧，我这会儿可没空扫地。二叔，你看看彩云这委屈的样子，二婶也太过分了吧，居然帮着外人来欺负自家人。彩云可是您的亲侄女啊！二叔，二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，说我是土匪流氓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二叔，你看二婶把彩云气成什么样了？彩云以前可从不发脾气的。田桂花她反了天了，竟然敢这么骂彩云！彩云可是她的亲侄女啊！那个蠢货、糊涂蛋、耀华，
你先看一下程程，我这就去田家找你二婶。他不回家，我还没说他呢，现在居然还敢帮着别人来欺负彩云，我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他的。二叔，你骂完二婶之后，最好还是把二婶接回来吧，让二婶来带程程。大哥，我去看看情况吧，免得二婶在二叔面前胡说八道，把二叔给糊弄了。去吧去吧。对了，彩云，你中考考得怎么样了？彩云的成绩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比二房的黄小小强了，是吧？彩云，你可不能输过黄小小。我当然不比黄小小差了。黄家良站在田家场院里，朝厨房方向大声喊：田桂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田家的人全都惊动了，纷纷走了出来。你来做什么？田桂花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跟外人一起欺负彩云？她可是你亲侄女啊，你居然帮外人不帮彩云！田大旺一听这话，火气噌的就上来了。黄家良，你还有脸说我姐不帮你侄女？你们黄家这些年是怎么对我姐的？全生产队的人都看在眼里。就是生不出儿子就往死里作践我姑姐，现在还抱怨我姑姐不帮你侄女。嘿，为什么要帮？你们把她当自己人了吗？你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田家的教养。姐夫和姐姐说话，有你们做弟弟弟媳插嘴的份。黄家良，彩云回去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把实话说出来。说什么？他说你帮外人欺负他，还要怎么说？你可是他亲二婶，你居然帮外人！田桂花，你神经出问题了吧？爸，黄彩云谎话成精，你别听她的，妈怎么可能帮外人欺负她？是啊，爸妈不是那种人，妈是大人，怎么可能跟彩云一个小孩子过不去？是黄彩云她。你们两个胳膊肘子朝外拐了，还要不要回黄家了？黄小小，彩云也是你姐姐，你就这么说你姐姐的？他做事举起粗糙的大手，做事要打人的样子。打，有本事你打，反正从小到大，你眼里就只有黄彩云那个谎话精。小小有2个亲姐，不稀罕别人当她姐。他想起这些年自己省吃俭用给黄彩云买新衣服，3个亲生女儿却只能穿补丁衣服，家里有好吃的总是先紧着黄彩云，现在倒落得这样的下场，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。好，田桂花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将来你的3个女儿别来认彩云是姐妹。不认就不认，我们才不稀罕这样满嘴谎话的姐姐。田桂花，你真不回去是吧？那好，你哪天没钱了再跑回去找我要钱，我是不会给你1分钱的。你让你娘家弟弟养你和3个女儿吧。老东西，家里的钱大半都是我挣的，你还在这说上话了，赶紧滚！走，我们回去吃饭。好，你别后悔。躲在大槐树后面的黄彩云急得直咬牙，他原本指望二叔能狠狠教训田桂花一顿，没想到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。二叔，你说话太和气了，二婶都不怕你呢。要我说，就该把小小他们带回去，看二婶还敢不敢这么嚣张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也不好动手，先回去吧。彩云，你二婶不回去就不回去，还有二叔对你好，你别怕，二叔会想办法赚钱，供你读高中。二叔，我先回去了。黄彩云一路小跑回家后，马上将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怎么办？二婶不回来的话，就不会帮我去找黄莎娜，那我今后岂不是不能上高中了？一想到那个总穿着补丁衣服的堂妹居然能上高中，黄彩云就恨得牙痒痒。黄耀华和林阿梅看到她一个人回来，没有带回田桂花，两人的脸色马上不好了。二叔，二婶呢？你没把她带回来？她不回来算了，甭理她。田家穷得很，她过不下去，自然就会回来。什么？都1个星期了，他还不回来？那我这2个娃怎么办？二叔、二婶究竟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外头有男人了？不要二叔了。黄家良听得一怔，难怪一向逆来顺受的婆娘突然敢跟他打架了，还要带着女儿离开出走，还说要一个人过。二叔、二婶回娘家时说是带小小回家复习，他娘家安静，现在倒好，这都考完了，小小也放假了，他还不回来，不是外头有人是什么？二叔你可真老实，他不回你也不查查原因，就这么回来了。二叔，你可是男人，一个男人管不住女人，这传出去不怕生产队的人笑话？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说的黄家良心头火气腾腾。他想到了这几天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。好啊，死婆娘，敢给我戴绿帽子，看我不打残他！黄家良越想越气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。第二天一早，黄莎娜就来找田桂花了。婶子，我们说好了，今天要去干活，走吧，我们出发。一行人说说笑笑的赶到主家的田头，那里已经等着几个人了。就等你们几个了，现在分下工吧，1人1亩地，啥时候干完啥时候结账。大家拿了秧苗，很快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别看两人是学生，那干活速度不比另外几个成年人差。
不知不觉中，上午过去了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三人来到田边的草棚前，准备去吃饭。突然一阵呼喊声传来：“妈，那个人好像是爸。”不用管他，咱们忙自己的就好。好你个田桂花，我说你怎么老是不回家呢？原来是在外面有了野男人啊！看老子今天不把你这贱骨头给锤死！黄家良扬起拳头就往他身上砸去。主家见状，急忙上前阻拦：“田桂花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偷了男人还敢找人来帮忙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你再敢造谣老娘一个试试！你敢打我？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个泼妇偷了人还敢打她的男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你们都看看啊！这个女人昨天还帮着外人欺负我亲侄女呢，这种吃里扒外的婆娘就该挨揍！你再敢造谣老娘一个试试！居然拦着我不让我打，你敢打我？你胡说八道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明明是黄彩云要抢我中考的名额，她亲口承认自己没考好，想用100块钱逼我让给她。”说着，黄莎那猛地举起自己的胳膊，露出了上面触目惊心的淤青。要不是田大婶路过那里，拦着黄彩云不让她打我，我恐怕不是被黄彩云抢走准考证，就是被她活活打死了。莎娜，黄彩云居然要抢你准考证，她怎么能这么做？是啊，我当时也挺吃惊的。不是的，这死丫头撒谎！彩云成绩那么好，她用得着抢别人的准考证吗？你侄女准考证掉了，她根本就没去参加考试，她是怕别人笑话她没考上高中，所以才会去抢她同桌的准考证，想冒领通知书。这彩云掉了准考证。黄家良，你为了一个满嘴谎话的侄女，竟然往自己媳妇头上扣屎盆子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主家更是气得满脸通红。你赶紧走，再在这里闹事耽误我家干活，我可就要报公安了。听到齐大哥的威胁，黄家良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田桂花，你给我等着！田桂花看着黄家良远去的背影，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齐大哥，真是对不住啊，耽误大家干活了。今天的工钱您就看着给吧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干活最利落了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你的工钱我们肯定照样给。田桂花心中很是感激，这家人实在是太好了，不仅没有责怪他，还十分慷慨大方，一定要更加用心的为主家帮忙，不辜负他们的好意。黄家良灰头土脸的回到家，林腊梅也没他好脸色。二叔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太阳都落山了，这2个讨债鬼可把我折腾惨了，我的腰都快断了，你快帮我带一带这俩吧。我休息一下就给你带。二叔，你到底有没有去找二婶啊？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别提那个死婆娘，她不回来就不回。二婶不回来，我这娃可怎么办啊？你带着娃，那地里的事情谁来做呢？耀华和耀光可忙不过来那15亩的水田啊，过几天就要插晚稻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秧苗要是下地晚，会耽误下半年的收入。再说了，家里还要指望这些水田交公粮呢。提到插秧，黄家良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。田桂花那个死婆娘，自己家的活不干，跑去帮别人家插秧，难道她不知道家里还有15亩水田等着她回来帮忙吗？她不肯回来就算了，居然还叫人来打我呢！什么？她居然不回来还打二叔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二叔啊，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么一直拖着不管啊，你得赶紧想办法找人帮忙才行，得把二婶给带回来。一个女人整天不着家，时间长了肯定会在外面找野汉子的。黄家良的心里本来就对田桂花有所怀疑，现在被林腊梅这么一拱火，他心里对田桂花的怀疑就更加深信不疑了，决定晚上一定要去找小队长，让小队长帮忙出主意。二叔，哦，是彩云啊，还没睡啊？有事吗？你找了二婶没有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彩云，你跟二叔说实话，你的准考证是不是丢了？没有去考试？黄彩云吓了一大跳，支支吾吾着说不出话来。看着他烦躁委屈的表情，黄家良也猜出了结果，准考证真掉了。黄彩云放声大哭起来，都怪二婶，我的东西都是二婶帮忙收拾的，但那天她不管我，她只管小小。是的，我不是二婶亲生的，她就不放在心，害得我准考证掉了，没有考试。小小考上了高中，一定会嘲笑我的。我爸死了，我妈跑了不要我，现在高中又没考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黄彩云哭着转身就跑。彩云，你回来，大晚上的你跑哪去？晚上不安全，当心遇到小流氓。黄彩云刚跑出去就遇到了黄耀华。彩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黄家良也追了上来。彩云的准考证掉了，她伤心呐。我不想活了，小小一定会嘲笑我的。二叔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彩云没有父母，她可就只有二叔你这么一个长辈了。咱们进屋说吧，在外面说这事不好。三人来到屋里。二叔，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？
彩云的心理素质本来就比较脆弱，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？黄家良站在一旁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。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我又不能帮彩云变出一份已经做完了的卷子来。我的准考证掉了之后，我就去找同桌黄莎娜，想跟她商量一下能不能把她的成绩卖给我。可是二审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帮着黄莎娜骂了我一顿，还说我是在抢她的成绩。我明明只是在跟黄莎娜商议，我哪里抢了？二审在中间挑拨离间，黄莎娜那个没良心的竟然听信了二审的话，死活不肯把名额让给我。过不了几天，考试成绩就要出来了。如果小小能顺利考上高中，而我却因为没有准考证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，小小肯定会嘲笑我愚笨不堪的。那时候我真的不想活了。二叔，您快想想办法啊！我可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啊，你也只有这么一个侄女啊，您难道就忍心看着她如此伤心难过吗？黄家良此时也是心急如焚。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就在这时，黄彩云突然抬起头。二叔，要不就让小小把名额让给我吧。叔，要不就让小小把名额让给我吧。黄家良略显为难。这不太好吧？二叔，这哪里不好了？他有爸，还有妈，还有外婆和舅舅，还有2个姐姐对他好。他读不读高中的，有什么要紧的？而这些亲人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我爸死了，我妈跑了，我外婆家直接不跟我们来往了。我是个没人爱的，我只有二叔。二叔要是不帮我，我可怎么活啊？听到这里，黄耀华的眼神突然一亮，连忙附和道：这个主意不错，二叔，你快去找小小，跟小小说一说，彩云1岁时爸就没了，妈又不要她跑走了，她这么可怜了，不能不让她上高中啊！二叔，黄家良在二人一阵软磨硬泡下选择了妥协。这样也可以吧？那还等什么呢？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去田家吧。我现在饿着呢，中午饭没吃，晚饭还没有做好。耀华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二叔也真是的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吃饭？我家还有些饭，我叫腊梅端来给你。二叔吃完马上去田家。好，那真是太好了，还是有侄儿好啊。我没吃晚饭，侄儿送饭给我吃，不像那几个女儿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真是一群白眼狼。你吃了2大碗饭，还没吃饱啊？在那儿捣鼓啥呢？不是我吃，是二叔吃。他不会自己烧饭，你管他吃不吃做什么？我让二叔去田家找二婶和小小，可二叔说还没吃饭，要做了饭再去。我想着家里还有点饭，我端过去给二叔好了。林腊梅听说黄家良去找田桂花，这才没说什么。吃完饭后，黄家良和黄耀华一起朝着田家走去。田桂花，出来，有事找你。小小，我是爸，你快出来。妈，是爸和耀华哥，他们干什么呢？这么大声音。你们睡吧，妈去看看。黄家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发疯就算了，还要吵得所有人都不能休息，是不是？黄家良本来就憋着一肚子，看到田桂花不仅不害怕，反而还敢朝他发火，心中的怒气更是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。死婆娘，你到底回不回家？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在那个家里，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吗？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那能算我的家吗？站在一旁的黄耀华看着这2人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心里很是着急，可别把重要的事情吵砸了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别吵了，有什么事好好说嘛，咱们说正事吧。正事？我跟你们有啥正事好说的？二婶，咱们进屋说吧，站在外面不方便说。什么事情不能在外面说的？就在这儿说吧，大家都睡着了，在屋里说，其他人还怎么睡觉？被吵醒的田大旺和罗秀珍听到门外的动静后，一起走了出来。你们又有什么事？大旺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件事你们也一起听一听。行了，那就说吧。我也是为你们家好。大旺，你说你家的条件也不好，养着你姐姐一家不说，将来小小读高中了，你养得起吗？那高中的学费比上初中贵好几倍呢，不如让小小将高中的名额让出来给彩云。桂花不回家的事，我就不计较了。黄家良，小小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居然让她让出名额？一个高中生，我们家还是养得起的。要是小小上了大学，我们家还能沾光呢。黄家良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不同意让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吵架声的黄小小冲了出来。我不让，我凭什么要让名额？上高中本来就是各凭本事，没本事就别上。小小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彩云伤心吗？她是你姐，我的亲姐才不会抢我的东西，她根本不是我姐，她就是个抢人东西的强盗。黄小小，我不准你这么说彩云，你不让就不让，你怎么还骂人了？我就骂强盗，强盗，强盗！
你们兄妹俩都是强盗。家里的自行车本来是我爸买的，我想骑车，你们兄妹却不让我骑。现在又来抢我高中名额，不是强盗是什么？现在又来抢我高中名额，不是强盗是什么？你找打是不是？黄耀华伸出手就想去打黄小小，但田桂花比他先出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黄耀华的脸上。这个好大直，前世打死了他的小小，这一世还想欺负小小吗？那是做梦。你敢打小小一下试试？田桂花，你干什么？反了你！你还敢打耀华？我就打了，怎么样吧？黄家良愤怒冲上前去，二人扭打起来。黄小小和田大旺两口子一看田桂花受欺负了，都冲上前去护着他。没多久，黄家良惨叫一声，旋即倒地。耀华，你怎么不来帮我？我这双拳难敌四手啊！二叔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上去也无济于事啊。田桂花，你敢打你男人，老子要跟你离婚！离就离，谁不离婚，谁到村头学狗叫。明天到镇上去办手续。田桂花扶着被黄家良打得发懵的脑袋，咬牙冷笑。他离开黄家，本来只想清静几天，如果黄家良能改一改的毛病，他就和黄家良继续过日子。黄家良不仅不反省，还越来越变本加厉。这样的男人，他是万万不能要了。田桂花在家人的支持下选择离婚，黄家良心情烦躁，离开了田家。名额没要到，还被打破了头，他越想越气。彩云，你别哭了，哭也没有。黄小小太自私了，不肯让出高中名额。二婶还打了二叔，还说要离婚，他差点打死我了，哪里会给名额？二叔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上高中。黄小小凭什么不让给我名额？他不就是成绩比我好一点吗？二叔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此刻被黄彩云这么一闹，黄家良更是心烦意乱。你二婶明天要跟我离婚，他怎么可能会让小小让出名额？离婚就离婚，二叔，你怕什么？离了他田桂花，你还找不到更好的吗？再说了，她一个农村妇女，离了婚还能去哪儿？最后还不是得回来求你？二婶也不看看自己都多大年纪了，居然还想着离婚。她离了婚之后，还有谁会要她？我看她就是在赌气呢，想让咱们给她赔礼道歉。是啊，二叔，二婶就是一时冲动，等气消了肯定后悔。等二婶来找二叔时，你再马上借机说高中名额的事。第二天一早，黄耀华和林腊梅就去提醒黄家良离婚。二叔，别磨蹭了，走吧，到镇上去。耀华，我要不要再等等，过2天再去找你二婶离婚？二叔，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你昨天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今天一定要去离婚吗？你就不怕二婶笑话你？她昨天可是说了，谁不离婚谁到生产队的路口学狗叫呢。二叔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她肯定会让你学狗叫的。黄家良本来就在犹豫，被黄耀华这么一提醒，他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，猛地挺直了脖子。我才没有反悔呢。行吧，那就走吧，上街去。他们走到时，田桂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你们办什么事啊？同志，我要办离婚手续。我看你们年纪也都不小了，而你们应该也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了吧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解决呢？不用考虑了，考虑了10来年了，要真过得下去，我就不会来了。他还打老婆呢。同志，你别听他告无状，他打我的也不少。好吧，既然你们下定决心了，那就办手续吧。走出民政处，黄家良看着另一边的田桂花，故意大声说：田桂花，你这人平时乱花钱，祝你弟弟家要省一点，别把大旺家吃穷了。你弟弟的2个娃还在读书呢，家里也穷。大姐，咱们去国营饭店吃牛肉面吧，再点一份面窝，牛肉面里泡面窝最好吃了。好久没吃牛肉面了，我也想吃了，正好我带着票呢。那咱们就走吧。黄家良，下午1点到你家分家，你回去把账本拿出来，到时候我把我们小队长也请过去。说完，三人很快离开了。黄家良心里更加恨了。好个田桂花，居然还有心情吃那么贵的牛肉面。回到村里，两家人在2位小队长的见证下开始分家。黄家良原本还有些犹豫，可黄耀华和黄耀光2兄弟在一旁煽风点火。二叔，房子和田地都是黄家的，凭什么分给他？他一个外姓人，离婚了就该净身出户。就是，二婶要真有骨气，就别惦记黄家的东西。家里的存款你可以拿走一半，但房子和田地没你的份。那些锅碗瓢盆和你们的衣服被子，你爱拿多少拿多少。3个女儿，你一夜都带走。听到存款框，田桂花心里冷笑一声，家里的存款还不到200块，黄家良根本存不了钱，有多少贴补侄子侄女多少。行，存款我要一半，3个女儿我也带走，但按着规定，女儿的抚养费你得出。一群丫头片子，我凭什么要出抚养费？他们又不是3岁小娃，还要我养？小小都15岁了，小芬在工厂里当学徒了，小静都要嫁人了，
还不会自己去赚钱吗？牛家的小女儿13岁就开始摘果子卖了，他们3个连牛家丫头都不如吗？按着规定是要养到18岁。黄家良，你确实得给钱，你要是不给，咱们到公社说话去。我没钱，上哪也没用，外头欠我的钱10几年了，我还没收回来，我哪有钱？那就把欠条给我吧，当做你给的抚养费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只要欠条。我说的，3张欠条都给我。姐，你怎么要欠条啊？10几年没有收回来，这人还活着吗？就算活着，这也是个老赖啊。放心，我要得回来。行啊，欠条给你。不过我可是先提醒你，今天分了财产，你敢再反悔，我就上公社告你去。你放10个心好了。随后，黄家良给了一半财产的75块给田桂花，又给了她3张欠条。临走前，田桂花抬头看了眼这个生活了20年的家，心中没有一丝留恋，只有解脱。走吧，大旺、秀珍。二婶，你可别后悔，离了黄家，我看你们娘几个怎么活。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，高中名额的事，做梦都别想。就是高中没考上的人，还好意思管别人的闲事？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走到田家附近的岔道口时，田桂花停了脚步。大旺、秀珍，我想直接去街上看看有没有房子租，就先不回家了，等我安定下来再回去看望妈。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家里再挤，还能少了你们娘几个住的地方？是啊，姐，你带着小芬和小静、小小他们住外面多不方便。大旺、秀珍，你们的心意结领了，但你们家就2间卧房，我们不能一直和妈挤在一起住啊。再说志明和慧明渐渐大了，哪能一直让他们哥俩挤一间小屋睡一床的？男娃个子长得快，这么睡他们会不舒服的。可是，姐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吧？其实不只是这个，我想自己做点小买卖给小小赚学费。住在村里不方便，街上人多，机会也多。那我们先去街上看看。不过姐，要是找不到合适的，你们就先住家里，慢慢找，行动。行。很快3人就来到了镇上。姐，你看那边好像有房子出租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房东是个60来岁的老太太。大婶，你这房子怎么租呀？8块1个月。别看这房子有些年头了，但结实着呢。以前是我儿子住的，后来他在城里分了房，这屋子就空出来了。我年纪大了，没时间来打扫，就想着把屋子租出去。田桂花在心里盘算着，这位置确实不错，离市场近，做生意方便，租金也不贵。大婶，这附近用水方便吗？方便得很，出门左拐走50步就是公用水井，街坊邻居都在那打水。厕所是公用的，在前方小巷口，离这里只有10几米远，每天都有人打扫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房子是旧了点，但收拾也能住。姐，8块1个月不便宜啊！你手头那75块，交了房租就剩不多了。我明天就去找活干，小小和小静在给人帮工，他们有收入，小芬在工厂也有工资，我们娘几个省着点花，能撑过去。大婶，这房子我租了，先付你1个月的租金。好，我看你是个实在人，这房子就租给你了。桂花收拾完屋子后，从怀里掏出那3张欠条，仔细查看。第1张欠条写道：经借到黄家良人民币1000元整，用于购买拖拉机零件，定于1978年12月底前归还。借款人李有福，1976年5月3日。这3张欠条加起来都3000元了，难怪黄家良这些年手头总是紧巴巴的，原来钱都借出去了。说着，田桂花揣着欠条就去隔壁的生产队找人。你是谁啊？我是黄家良的前妻，我叫田桂花，来找李有福大哥有点事。黄家良的前妻，你们离婚了？是啊，前几天才离的。这不是黄家弟妹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李大哥，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9年前借家良的1000块钱，什么时候能还？这个黄家弟妹啊不，田同志，这是你得找黄家良说啊，钱是他借给我的。李大哥，昨天我和黄家良离婚时，这债务已经划分给我了，你看欠条现在在我手上，这还有他写的转让书。这个田同志，不是我不想还，实在是手头紧了。你看我这屋子修整花了不少。有福大哥，这1000块钱你借了9年零1个月了，利息我1分不要，只要本金。现在公社正在搞改革，欠债不还的可是要上信用黑名单的，到那时可是会影响你儿子在单位的前程啊。要不我上你儿子那儿要去，他在邮电局吧，在县城单位上班，应该收入不少。你听谁说的？
我在公社也有熟人，随便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。其实田桂花也是前世知道的消息，她故作神秘的笑了笑。老李，要不咱们先把钱还了吧？要是刘家知道……李有福横了妻子一眼，他妻子马上闭了嘴。有福哥，你大儿子现在正和县粮食局王主任的闺女相亲吧？听说对方家里对你儿子很满意。李有福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身子也僵了僵。这田桂花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行吧，田同志，你等着，我去拿钱。10分钟后，田桂花拿着一沓10元大钞走出了李有福家。太好了，终于有钱了，剩下的2张欠条也要想办法要回来。另一个欠款人专场老板刘大柱，住在另一个乡，路太远了，先去最近的赵德才家吧。谁啊？我是田桂花，黄家良的前妻，来找赵会计有点事。这么晚了有什么事？我想问问赵会计，6年前借的那1200块钱什么时候能还？赵德才的妻子脸色一变，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声：“老赵！”不一会儿，赵德才走了出来。田桂花，黄家良的前妻，你们离婚了？是的，债务已经划分给我了，这是欠条。田桂花往正屋看了眼，发现那桌上堆着不少账本。哟，赵会计，这么晚了还在翻账本啊？是不是上面要查账啊？害得你们会计要熬夜。一说到上面查账，赵德才2口子的脸色一起变了。他挪用了一笔钱，正在想办法弥补进去。哪里，最近天气潮湿，账本都发霉了。我今天搬到外面晒了一天，这会儿整理好了，准备放回去呢。是这样的啊。对了，赵会计，那我这1200块钱……田妹子，我家现在没那么多钱，要不你改天再来。哦，他都离婚了，也挺不容易，我们这就给他吧。赵会计的妻子睁大双眼，一脸吃惊状看着赵会计。田桂花将收来的账都存到了镇上的信用社里，只留下200块家用，以备日常生活所需。田桂花离开后，赵会计的妻子脸黑了下来。你怎么就给他了？就不会还几天？存信用社还能吃利息呢？明天下午来查我的账，你不把钱给他，他明天再来，不怕他坏事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净瞎指挥。他妻子回过神来，吓得再不敢多话了。手头有了钱，田桂花买了辆3轮自行车，她要摆摊。现在是农忙时节，田桂花没有在街上摆摊，而是将车骑到了田间地头。田桂花的小吃摊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她卖的馒头2分钱一个，包子4分钱一个，个头大，价格实惠，味道也不错。那些嫌弃回家吃饭耽误事的人们纷纷前来购买，生意异常火爆。黄家良的大姐黄丽华听到田桂花的声音也走了过来。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，田桂花。哟呵，是不是没有男人养你了，所以只能靠卖包子来生活了？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我走了。不买？想赚我的钱，那可没那么容易。田桂花没有搭理黄丽华，转身上车就换了个地方。这时，田桂花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她浑身一僵，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。桂花，给我2个包子。4分钱一个包子，一共8分钱。田桂花，我吃包子还要给钱？我说了，4分钱一个包子，不给钱就别想了。我要吃包子，我要吃包子。田桂花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孩子想吃个包子能值几个钱？你这当叔奶奶的就这么抠门？我的包子是卖给人的，不是喂狗的。你中邪了是不是？以前那个任你们搓圆捏扁的田桂花早死了。说完，田桂花转身骑上车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卖个包子了不起啊，也不嫌丢人。走到黄丽华家时，黄家良已经累得满头汗水了。家良，咋这个时候来了？有事吗？丽华，家里的秧田忙不过来，你明天回家帮下忙吧。家良，我家里的事儿也多啊，我走了，我家的秧田咋办？你就不能等几天吗？家良，你这话说的，这秧田咋个等？姐弟俩谈了个不欢而散。黄家良生着闷气回了家。黄耀华听说没有请到大姑黄丽华，一下子来了脾气。姑什么意思？让他帮下忙也不肯的，他还要不要回娘家了？现在怎么办？那么多的秧田，咱们几个人加上耀光2口子也插不完啊！再说了，我还要带娃，我又不能插秧。二婶也真是的，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离婚？就不能晚点离？他诚心的吧？提那个疯女人干什么？没人帮忙，只能请人了。一会儿我到生产队去问问。真是的，又得浪费钱了。这天是田桂花2女儿黄小芬放假的日子，她特意起个大早来到了毛巾厂门口接人。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妈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田桂花带着2女儿往家走，一边走，她一边说着离婚的事情。你在厂里又不方便请假，我便没有去告诉你。小芬，你不会怪妈妈吧？怎么会？妈做什么自然有自己的道理，我又不是3岁小啊，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能照顾，妈想做什么只管去做。好闺女，你这么说，妈就放心了。走，
咱们回家吃饭。妈，是不是小芬回来了？是我，大姐，快让我看看你。妈，回来了，小小。妈，我考了全镇第1，老师说我可以上县里最好的高中，还能免学费。好孩子，妈就知道你能行。田桂花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感叹：多好啊！大女儿没有出事，小女儿的成绩没有受影响，二女儿不必被黄家良陪给王家做媳妇。田桂花心中暗想：我的3个女儿这一世要过得平平安安的。另一边，黄凯云得知黄小小考到了第1名，气得嚎啕大哭。心情烦躁的林腊梅忍不住打了他一巴掌。哭有什么屁用？你没考上高中，怨得了谁？黄彩云被这一巴掌打懵了。你打我，你竟然敢打我！黄彩云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她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林腊梅。你打我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吵得孩子都睡不好。没考上高中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怪得了谁？别人都没调准考证，怎么偏你调了？还好意思哭？黄彩云哭着转身冲出了屋子。彩云，你怎么了？别管他，让他自己冷静冷静，一点委屈都受不了，将来能有什么用？黄家良皱了皱眉，还是先去帮忙哄孩子了。黄彩云头也不回地朝着镇上走去，她要去看看黄小小到底有多风光。镇上的市场门口，黄小小跟在一旁跟着田桂花摆摊。黄小小，她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，便又继续帮田桂花卖起了包子，完全没有理会黄彩云。黄小小，我喊你呢，你为什么不应声？我忙着呢，哪有时间跟你聊天？你怎么这么没眼力见的？哟，考上了高中就得一起来了，就不认我这个姐姐了。通知书呢？给我瞧瞧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考上了高中，别是假的哄弄人吧。你以前可没少撒谎骗表扬。当然有通知书了，不过放在家里了。谁信啊？你拿来给我看看。你爱信不信，你不信去问小小的老师，你拦着小小做什么？再说了，小小已经不是你的妹妹了，我还要做生意，没空跟你个小孩子掰扯。你走吧。对，我不认识你，我的通知书凭什么给你看？我跟你不熟。小小，咱们换个地方卖包子吧。好嘞，妈。黄彩云满心怨恨地瞪了田桂花一眼，然后转身匆匆离去。一进家门，黄彩云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正屋传来。你撒谎也没用，肯定是打牌了。这一身的烟味，不是牌场上沾来的又是哪里的？说了没有就是没有，我刚才跟本队的几个哥们聊天呢，哪有时间去打牌？老娘一个人做家务带孩子，你倒好，跑到外面去跟人聊天，你咋不上天聊呢？话音未落，只听得一阵砸东西的声音骤然响起。黄彩云这时也走进屋里。黄彩云，你来的正好，如今你高中没考上，书是读不成了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带孩子，别成天想着出去玩。我不带娃，我不想带娃嘛，我要读书。林腊梅本来就心烦，听到黄彩云这么说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黄彩云脸上火辣辣的。你没考上高中，上哪儿读书？谁要你？你不带娃想当大小姐不成？只可惜你家不是高门大户。行了，你要撒气往我身上来，你打彩云做什么？好啊，你们兄妹俩一起欺负我是不是？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地位？黄耀华，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可是信誓旦旦的向我承诺过的。你说过不会让我做家务，也不会让我带孩子，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。你说还会帮我找一份轻松的工作，可是事实呢？你从二婶那里弄来的所谓轻松的记账工作，实际上一点都不轻松。我才上班没几天，就因为一些小错误被罚了工分。现在我不仅要自己带孩子，还要做家务，还要做田里的活儿。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。我让你妹妹过来帮我一下忙，你居然还对我大吼大叫。林腊梅越说越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黄耀华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伺候你了。林腊梅再也无法忍受，她冲进卧房，匆匆收拾了几件衣裳，卷在提包里就往外走。腊梅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管我去哪里？你觉得我碍眼，那我走就是了。林腊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黄耀华看到黄彩云站在原地抹泪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，心中的火气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般，猛地爆发出来。哭哭哭！你还有脸哭？去考试连准考证都能弄丢，你还有脸哭？你看看人家小队长家的儿子黄瑞瑞，考试总是不及格，这回也考了个4中，虽然是全县最差的高中，但那也是高中啊。可你呢？黄耀华越说越气，嫌恶地横了黄彩云一眼，转身进屋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要不是这孩子哭了，我还能再骂你几句。黄小小跟你是同一个家庭的，同样的班级，同样的老师，为什么他就那么聪明，而你却这么蠢呢？我走到生产队去，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黄彩云被骂得满脸羞愧。桂花卖完了包子，正准备带着黄小小回家。妈，前面的市场门口有人在卖猪肉，咱们也买点吧，
做包子用得着，好多人在买呢，价钱一定不错。咱们过去看看。前腿肉、后腿肉、五花肉都是1块2一斤，纯瘦肉1块8一斤，肥肉9毛一斤。哎，你称好点，我们可是买了1斤多肉呢。放心吧，大娘，我的这杆秤可是全镇最公平的，1斤3两五花肉，1斤是1块2，3两是3毛6，一共是1块5毛6分。要1块5毛6分啊！哎，小伙子，6分省了吧？我买的多，给你1块5吧。下回我再来买你的肉。哎呀，看您买的多，成吧，我亏点，就按1块5吧。老大娘摸出衣兜里的手帕包，正要给钱时，田桂花拉了拉老大娘的袖子。大娘，她的秤有问题，是8两秤，不是10两秤。啊，真的吗？卖肉的，你的秤是不是8两秤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从哪里说起的？那你那块肉给我这新秤重新称一称吧，看看到底是多少。我可是军人的家属，我孙子在部队上呢，你也骗得我话，我可不依你。小伙子，你可不厚道啊！于大娘孙子陈瑞阳可不仅仅是军人，还是德国2等功的军官，你也敢糊弄？当心镇上用军处的同志处罚你！一旁卖肉的胖汉子听到军属2字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哎呦喂，大娘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这就给您重新称。您放心，我的秤绝对没问题。要是斤两有啥问题，那肯定是我刚才看花眼了。大娘，这肉啊，其实是1斤6钱，不过您也别介意，我就收您1斤的钱吧，您给1块2就成。这还差不多，你这人年纪不大，心眼真多。做生意得本本分分，生意才越做越好。卖肉的，你可得给我们称准喽，要是不好好称，我们可就不买了。哪能呢？刚才真的是我看错了眼，我一定好好称，保证足斤足两。今天真是倒霉透顶，怎么就碰到个这么眼尖的老太婆呢？大闺女，你买这么多肉干啥呀？我做包子卖呢，所以就多买一些。哦，原来我那屋后巷子里卖包子的女人就是你啊！我就说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我老是听到一个卖包子的声音，但每次当我走出来时，人却已经走远了。大娘，您想吃我的包子吗？等我一会儿做好了，就给您送过去。您家住在哪里呢？我住在幸福胡同12号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不麻烦。黄小小在田桂花的安排下给于大娘送包子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班长陈瑞生的家吗？黄小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黄小小面无表情地看了黄彩云一眼，并没有回应他的话，而是转身提着包子径直朝院子里走去。黄小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居然给陈瑞生送包子？我明白了，他不喜欢你，所以你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讨好他，对不对？哼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黄小小，你就算送再多的包子给他，他也绝对不会喜欢你的。你想多了，黄彩云。黄小小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你别以为你这样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就能掩盖你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只会让陈瑞生更加讨厌你。哼，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瞎扯，我妈特意让我给于奶奶送包子来的。呵呵，你这借口找得还真是不错啊。于奶奶，谁会相信你说的话呢？你什么时候跟陈瑞生家关系这么好了？就在黄彩云正喋喋不休时，陈瑞生恰好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瑞生啊，你看这黄小小突然就跑到你家来了，还说要送包子呢，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呀？你又跟他不熟。黄小小对黄彩云的这番表演完全无动于衷。这是我妈刚刚蒸好的包子，让我送来给于奶奶尝尝。好的，替我谢谢田婶婶。黄彩云看到陈瑞生收下包子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瑞生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啊，他肯定是故意来讨好你的。